大家好，又见面了。周五我们准时上干货了。今天要讲的主题是：你为什么贷不了款？问题出在了哪里？如何让银行成为你最好的合作伙伴和成功路上的助力？如何才能借银行的机下你的当？疫情期间，看着别人一套接一套的买，看着低利率和火热的房市一路上扬，自己却无从下手，因为银行不肯给自己贷款。这样的困境，相信很多人都经过。以下给大家分析你贷不到款的原因及解决方法，大家耐心看到最后，每一点都很重要。在我们进行细节分析前，大家要记住一个大原则：银行这么聪明的金主，他们要找的合作伙伴一定也是一个清楚自己要什么、清楚自己财务状况及有所准备的聪明人。以下聊的所有点都围绕着这个大本质进行。首先，第一点，您是否有足够的文件显示您的收入？比如，如果您是公司职员，就应该有银行提供的工资单；如果您是自雇人士，那就应该有税收文件证明您的收入。银行对公司在职人员和自雇人员所要求的材料是不一样的。以我所在的加拿大为例，银行对自雇人员要求的文件要复杂得多，一般要求提供前2年的报税资料，所以准备好足够的收入证明材料非常重要。第二点是您名下是否有债务。比如一般人最大的债务就是自己自住房的贷款余额，还有就是学生贷款、车贷、信用卡等债务。有些小伙伴名下有投资房贷款的也算作债务。如果您的债务远远大于收入，那毫无疑问，银行是不会给你借一分钱的。之前我们就是吃了这一点的亏，银行直接把我们拒掉了。可惜那个时候的自己没有经验，当时跟我们case 的那个银行工作人员也不是很负责任，只是告诉我们问题，却没有给我们指出一条解决方案，以致我们错过了当下购房的宝贵时机。就是因为买多套投资房及贷款过程中吃过了太多亏。在这里，希望小伙伴们不要走我们走过的弯路。看到这里，大家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我们是一档专门教您投资理财、购买多套房、网络创业及避开投资路上的坑的频道。所有分享的知识都是实战经验，只要持续关注学习，一定会帮您早日达到财务自由。好了，解决这一个困难的要点，就是要提前做好债务管理。比如，能否提前还掉一些自住房的贷款，或者把这笔债务放在别人的名下。拿车贷为例，是否能用父母的名义来签？是否能直接买断这个车，不要有月供债务？因为如果您没有买断这个车，每一个月车行都是会和您收这一个车的每笔租金的。同时限制自己不要刷太多信用卡，影响贷款额度。加拿大的银行还要求您名下的税，比如说income tax、学校税地税也要及时的付清。提前规划对于拿到贷款真的太重要了。要是知道自己下2年想买房，在这之前就应该提前做好准备。第3点，您是否替别人担保了债务？银行在给您审核贷款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系统可以看到你的信用记录及名下的详细债务。我很早之前帮家人签了一个买摩托车的担保，我自己忘记了，但是记录银行是有的，所以不要随便帮别人签担保。更重要的是，平时要养成准时还信用卡、准时付账单的好习惯，这样您就能有一份很好看的信用记录，帮助您拿到贷款。
临时抱佛脚是没有用的，信用记录是要经过日积月累的好习惯才得到的。最后一点是您的主动收入是否有连续性、稳定性。拿自雇人士为例，您是否前2年的报税都显示了您收入的稳定性和可续性？很多自雇人士为了少交税，故意把自己的年收入报得很低。要知道，银行给您批的贷款金额是要取决于你年收入的金额。如果你年收入很低，根本不足以覆盖自己的支出和债务，银行怎么可能贷款给您？有些人临时抱佛脚，因为前1年报很低，后1年为了能多贷出款，而一下子提高自己的收入。殊不知，这种行为在银行眼里就是作假，反而开始怀疑您收入的真实性。要通过银行的贷款审批，这个 case 一定是要看起来很合理的，要 make sense 的，所以要提前咨询银行及知会自己的会计，提前做好报税准备。这里还要提醒大家，当时我们差点踏进去的另一个坑。因为贷不到款，我们情急之下想到让父母联名担保买房。幸好因为父母已经退休，即使有足够的资金，却因为不是可持续的每月进账的收入，根据当时银行政策没有成功。幸好没有成功，因为这个决定会断送我们将来的长远投资计划。这期时间有限，关于联名买房产的利弊没有办法细聊，将来我们会专开一档深耕这个话题。千万别小看每一个细节，只要有一个步骤没做好，就会给将来进行更多投资带来困难。所以小伙伴们千万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旁边小铃铛，以免错过重要干货分享。好了，聊到这里，相信大家已经清楚为何拿不到银行的贷款，及应该如何解决。新手投资的小伙伴如果没看懂，建议多看几遍。如果还是有疑问，可以联络我们或者留言下面评论栏，我们的联络方式在描述栏里可以找到。别的有更好贷款经验的小伙伴们，也欢迎你们留言在下面评论栏。分享就是最大的美德，利己利人。还有，这里想和大家做一个小调查，请大家下面评论栏里留言，你们是否被银行拒绝过贷款？如果有，就直接在评论栏里面回答有。好了，这期就聊到这里了。喜欢这期内容的小伙伴们，别忘了动动你们可爱的小手，给我们点个赞，及把这期内容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人。你们的鼓励就是我们写下去的最大动力。好了，下周5再见咯。